我真无言以对啦。之前有人在谣传说什么郑丽文选上历史课，今天文传会准。我一天国民党没当过，给点建议，给点方向，那我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不太理解是说怎么会一直有这种谣言。今天郑丽文变成国民党象征两岸交流汇集人物，他一定有他背后的力量，而且他感受到一些使命感。就像我嘛，我就是受到两岸会导致台湾走入危险境地，所以我就开始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这里面做很多的事情。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正常的国民党员以前是怎样？上面做决定，下面就服从。那个党主席的选举，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加入的吗？就是洪秀柱要选那个党主席的时候，那时候我加入了嘛。我为了朱姐，我去加入了那个国民党。我加入的时候就发觉一件事情是这样，其实民意是挺当时候洪秀柱的，不然为什么换柱之后整个国民党崩盘？我那时候真的讲说，洪秀柱如果那时候让洪秀柱去打，一定比朱立伦打得漂亮，有可能把蔡英文给干掉，因为这两个女人的战争。今天我问大家，国民党需不需要改革？大家一定都说要改革嘛。改革要年轻人，还是要一群老头？所以你就知道我的选择就只剩郑丽文跟罗志强。你觉得国民党要怎么两岸论述？我跟你讲，两岸论述是你要执政之后，你才有两岸论述。你都还没选赢的时候，你两岸个屁呀！你说话有人要听吗？今年度我已经去大陆2次了，我去民间探访。我跟你讲，去完之后我回来非常忧郁。为什么？大陆他们现在用命在拼。在沿海城市的时候，我去问那些最底层的人，他们的薪水大概是7、8千。你要讲7、8千，就台湾的3万多块，就等同我们台湾一般人的水准。大陆他们现在就是很像我们早期，很拼命，除了睡觉以外都在工作，都在拼命，才有这样的钱。他们可以拼，但是他们的国家有帮他们维持一个很相对稳定的状态。他们的科技进步到，各位同学在大陆一定滴滴打车啊，什么打车啊，非常的方便。他们的政府对于老百姓就业很看重。我这一次去苏州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也想去考驾照。我去大陆也去跑滴滴打车。去大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AI 进入民间非常的严重，这是好事哦。但是转头回来看台湾，虽然我们说哥在搞什么 AI 搞什么，我们样样不如人，而且我们的物价是不断的上升上去。为什么我很鼓励馆长一定要赶快去大陆的原因是在哪边？再不去，我跟你讲，大陆人不留给台湾人任何的机会了。这个就是要靠历史哥了，因为有沟通，他们会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如果你不讲，你不去，那你就等死。像我，如果说我这一次都要投票，我一定投郑丽文。国民党必须要很大的改变，而且就像历史哥讲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给郑丽文的原因是怎样？就好像民进党可以用蔡英文，我们为什么用不了民进党的思维出来的人？只要能成功，为什么不使用？今天能干死民进党，我就算是一头猪我都用它。输10几年了，今天的国民党你还剩下什么东西？而且真的时间不给台湾太多了。其实我觉得这是抹红风波最扯，就是说这个抹红风波的逻辑真的是距离现实太遥远。当权人他们都想要团结，但是呢，他背后的利益要不要呢？为了自己的支持的人，他当然是要去抹红别人啦，干别人啦。其实我本来就讲过了，我不会去担任政党或者是公职啊，我就对党公职没什么兴趣，不管是党职或公职。但是你说作为一个顾问啊，协助出谋划策，给点建议，那这肯定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的运营绝对不会是我有兴趣。就其实我现在最有兴趣的是做两岸文旅啊，本来就是一个很热爱旅游，然后到处去看看吃吃美食的人。然后为了台湾这几年做这个自媒体，真的是全身心在投入在做嘛，所以也很少外跑。现在既然有这个契机跟窗口，我们去做这个纯粹的民间交流非常的好。因为很多两岸交流到最后都做成土居端的一些活动嘛，土居端活动不是不行，因为它本来就有这个政府政策力道在支持，但是你一定要做出一些 to C 或者是 to B 的能力，这样子我觉得才能证明说台湾人在两岸的交流上面，他是真正能够创造一些实质的意义。如果我今天我去接了这种党公职的这种内容的时候，那到最后我还有自由身吗？之前有人在谣传说什么郑丽文选上历史课，今天文传会准。那我一天国民党没当过，我去接他们会有人服气吗？就没加入过国民党，然后你直接空降人家主管，这种话也讲出来，到底谁听啊？结果这种造谣可以在某些频道里面满天飞啊，这太夸张了吧？而且我们的频道称是华
华文区知识娱乐吃瓜第一品牌，我要追求是全华文区的世界，甚至是整个世界，不是只是单纯的就是在什么特定的政党里面。但是老实讲，给点建议，给点方向，或者是帮忙拿个车马费去开个会，那我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当然乐于给建议啊，不太理解是说怎么会一直有这种谣言，然后反过来反商啊，会让人家觉得很头疼。但是我当然是非常乐意帮助郑主席好好的去经营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包括呢是新媒体里面的一些工作啊，这我们太熟悉了嘛，我们做了几年了。那天有人帮他留言啊，而且有朋友直接跟我讲说，某个地方在传你，如果郑丽文当选的话，你会去接文传会。我想说，他们太扯了，越传越夸张，越传越偏狭，我真无言以对啦。这次国民党选举，其实我是从头有看到尾，我从第一天看他们辩论，我就知道一定是郑丽文跟那个郝龙斌当中其中一个，因为本来我以为罗志祥也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后来听了罗志祥的第二次、第三次的演讲之后，我就发现他其实跟郝龙斌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你选罗志祥跟选郝龙斌有什么区别？那其他几位像那个什么张亚中，那是绝对不可能选上的，因为我不认为他会选得上，所以他已经被我排除在外了。只有2000票，我是没想到的。我认为张亚中至少也有1万票，另外2个人那是妥妥不可能，我都不认识他，我就把当选的人啊锁定在了郑丽文跟郝龙斌。但是我的内心当中呢，我是希望郑丽文选上的，因为我是不太喜欢郝龙斌，我一向都不太喜欢那种年纪很大还要把持朝政的人，我都认为郝龙斌70多岁了，他比习大大还要大。你既然都没有选上，你本来就没有选上，已经说是可以退休了，你可以去帮助一些更年轻的人去让他们去选。你这种年纪的人还要出来跟人家争党主席的位置，我真的是想不通。然后再加上赵少康，赵少康这个人，其实我以前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但是这一次呢，赵少康让我觉得他这个家伙是有点双标的。他以前自己在选举的时候，民进党抹黑他的时候，说他是有中共介选的时候，他也跟民进党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中共介选。然后关于到这个郝龙斌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又拿去用同样的方式拿去抹黑郑丽文，说是有中共介选。今天郑丽文当选之后，我还特意去微博看一下热搜，郑丽文当选在微博的热搜居然超过了杨振宁去世。杨振宁去世的热搜在微博当时是排在第5还是第6，那个时候郑丽文是排在第4。我是没想到原来大陆人对于国民党的选举这么感兴趣。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底下的评论，只看得到回复的人数，但是你看不到任何内容，全部被微博屏蔽了。可能是有的话太敏感，所以他就给你屏蔽。然后为什么我内心当中是希望郑丽文当选的？是我觉得郑丽文至少来说，他愿意支持两岸的和平交流。我觉得两岸就是需要交流，需要有更多的来往，两岸的同胞从交流当中可以了解彼此。我也希望很多台湾的朋友可以到大陆来旅游、学习、工作什么的，共享机遇。我不太喜欢像他们动不动聊什么武统，因为我不喜欢打仗这个东西。打仗这个东西对于不管是对对方还是对自身都是不好的，对经济是有绝对的影响的。我们好不容易花了几十年时间，我们把经济好不容易搞上来了，如果简简单单通过一场战争，然后把自己的经济又搞下去了，那得不偿失啊，没什么太大意义。我最后说几句因为刚刚瑞克提到微博嘛，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我不确定是一部分还是全部的恶意很重。那我想说就是，如果你也是这种比较支持武统，我觉得你既然都愿意花时间，即便是几秒钟点进去留个言，留恶意这么重的言，表示你是关心国民党党主席选举这件事情的，那么你不应该只是单纯的发泄你对于这种像是武统的情绪啊，这是没有意义的。你们的立场可能是支持统一，那如果你既然愿意花时间关注这些事，我们要慢慢务实的推动和平的进程，而不是说你就在那边支持所谓的武统啊，或者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其实说实话，就是大家也都不想要打嘛，为什么要恶意这么重呢？对不对？我刚好能回小林这个观点。你现在看到一定会有很多人讲，反正郑丽文也没有提统一，那我们不如武统算了。我想说武统跟和统呢，它是有辩证关系的，就是我们先排除掉那些就是民粹的，就讲我留岛不留人，这个很多时候是一句气话，我们不考虑这个。我这里有一个观点，就是大陆如果放弃和统，就是我们如果不讲武统，我们只讲和统，我们一定得不到和统。如果我们的那把刀收起来了，且不说现在蓝白的立场，光是民进党就给他相当于有恃无恐，他的势力包括那些他台独的理论在岛内推行会更方便，因为大家不怕了，就相当于就目前蓝白的势力呢，我们在2028年大陆都绝对不敢押宝到蓝白合身上，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你们已经输了3届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不讲武统，那么和统绝无可能。这里可以推出来另一个看似矛盾的有一个辩证关系。长年以来我们对准台湾的武器，虽然可能比如说你住的离清泉港比
较近，可能波及到你的安全。但是因为我们既有武力也有能力，所以台独分子就民进党，他在完全执政期间，他是不敢有什么动作，他不敢有动作去搞修宪或者搞戡乱，就回到以前党禁之前的时代。比如说我们看去年的12月26号，谁能想到尹锡悦他在这个年头他还敢搞戒严，而且他是通过挑衅北边，想制造事端的方式，妄图进行戒严。北边跟南边的军事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民进党如果想挑衅我们，他是真的会死，他是绝对不敢挑衅我们。所以说我们的保持武力，恰恰是我觉得是给蓝白的生存。我虽然以武统派自居，但是我希望合统，这个比较矛盾，但是我一定不能，我讲大陆的朋友一定不能放弃去讲武统，就一定要有这把刀在这。其实从党员的视角跟整个内部这个纠结感，对既有的规矩觉得说这样去可以继续将就下去，是很多党员觉得说那就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会爆出像郑丽文这样的票数，是比张亚中票数再多一点，但是整体的投票率他好像也没到那么高，也就是说国民党很多人还在观望，但是来自国民党内部力量不管怎么样，最后投出来就是过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也是国民党的一个从下而上的自救运动汇集在这里。郑丽文绝对不是一个两岸交流的头牌人物嘛，郑丽文过去是喊台独的呢，郑丽文也很少去大陆，因为他本身不太爱坐飞机啊，所以为什么今天郑丽文变成国民党里面象征两岸交流要积极推动的一个所谓汇集的人物，他一定有他背后的力量，而且他感受到一些使命感，他感受到一些能量。就像我嘛，我就是受到这个两岸这件事情会导致台湾走入一个危险境地的时候，我就得到那个使命感的push，所以我就开始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这里面做很多的事情。